台式机电脑音响现在用的比较少了，然后放在家里边也比较碍事，把它当做废品卖了吧，又不值什么钱。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个方法，就是花个几块钱就可以让我们的音响秒变成蓝牙智能音响。方法也特别简单，普通电脑音箱连上这个小板以后，它就会变成蓝牙智能音箱。这个是我前2天从网上买的，这是一个蓝牙5.0的，这个音质好听，然后传的数据也比较稳定，这是8块钱包邮。然后蓝牙4.1的，它更便宜一点，它有可能就是6、7块钱包邮。我要的是5.0的。这个小板连接音箱是非常简单的，这个是音箱上面的3.5的音频线，我们把这个插在这个小板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安卓手机的这个充电头，这个数据线，我们把它插在这个位置，就这样连接就可以了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就2条线。然后我们把音箱电插上，还有这个手机的数据线，这个线也插上。插上以后，然后这个就开机了。然后我们打开手机，然后找到蓝牙，把蓝牙打开。打开以后，它就开始自动搜索这个蓝牙音响。这个314这个就是我们连接上，好，一连接，然后我们放歌曲。暖阳下的桥头旁，可以了，现在声音已经放出来了。再切换一首歌曲，音量大小从这儿调，非常简单啊，就是2条线一接就可以了。上一曲，非常简单啊。朋友们如果嫌这个有点碍事的情况下，可以把这儿打点胶，粘在这个音响的后面就可以了。这个音质非常好听的，所以说旧音响我们不要丢，只需要简单改装一下就变成这个蓝牙智能音响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电压力锅，客户说是不能加热了，然后我们通上电试一下。然后这个加热指示灯不亮，直接是保压这个指示灯是亮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像这个情况，它是不会加热的，这个水啊它一直是凉的。像这种直接开机显示不加热，直接保温的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压力开关，它有问题以后就会出现这种保压的情况。我们用万安表的2极管档测一下这个2条黄线，看它有导通不导通。不直接导通，现在有这么大的阻值，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压力开关坏了。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这个压力开关拆下来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问题在哪儿。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触点这儿，触点它氧化接触不良，它就不能正常加热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如果不更换的情况下，可以找个砂纸在这个触点这儿给它打磨一下也可以。最好啊是更换一个。更换压力开关需要调压力，然后一些网友可能他没有那个专业的设备，他也调不了这压力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用个这个砂纸给它打磨一下，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操作方法。一些网友也可以这样自己就可以做维修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就这样打磨2下就可以。打磨好以后，我们用万安表再测量一下，现在直接打通了，这个就已经修好了。我们把它安装到锅上面，然后我们通上电，点一下煮饭。好，现在这个加热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这个锅就已经修好了，问题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电压力锅，客户说是不能加热了，然后我们通上电试一下。
然后这个加热直灯不亮，直接是保压，保压这个直灯是亮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像这个情况，它是不会加热的，这个水啊它一直是凉的。像这种直接开机显示不加热，直接保温的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压力开关，它有问题以后就会出现这种保压的情况。我们用弯弯表的2极管档测一下这个2条黄线，看它有导通不导通。不直接导通，现在有这么大的阻值，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压力开关坏了。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这个压力开关拆下来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问题在哪儿。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触点这儿，触点它氧化接触不良，它就不能正常加热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如果不更换的情况下，可以找个砂纸在这个触点这儿给它打磨一下也可以。最好啊是更换一个，更换压力开关需要调压力，然后一些网友可能他没有那个专业的设备，他也调不了这压力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用个这个砂纸给它打磨一下，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操作方法。一些网友也可以这样自己就可以做维修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就这样打磨2下就可以。打磨好以后，我们用弯弯表再测量一下，现在直接导通了，这个就已经修好了。我们把它安装到锅上面，然后我们通上电，点一下煮饭。好，现在这个加热指示灯已经亮了，这个锅就已经修好了，问题非常简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视频，就是这些 LED 灯珠，我们怎么从外观上来判断它的正负极。这些是直插的 LED 灯珠，这些是贴片式的 LED 灯珠。这些灯珠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它叫做发光2极管。它既然是2极管，它肯定是有正负极的。然后这些正负极我们从外观上也能看出来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直插的2极管它的正负极判断。我们看一下灯珠的内部，右边这个金属片比较大，它就是负极，然后左边这个金属片它比较细，它就是个正极。然后从这个灯珠的侧面也能看出来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个侧面，这儿有个缺口啊，这儿是个平面，这儿也有个平面。像这个平面的地方它就是个负极，然后这一端就是正极。我们看一下这4种灯珠，这个金属片大的这边都在右侧，这个右侧大的一端它就是负极。我们看一下，看这个红色亮了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也亮了，然后这个蓝色也亮，绿色也亮，都是一样的，大头它就是负极，然后平面这边也是负极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些贴片2极管它的正负极。从外观上我们看一下它的4个角，我们会发现这儿缺一个角，这儿也是一样缺个角，是缺角这一边这一侧它就是负极，这个也一样，缺角在这个位置，这儿就是负极。还有这个也是缺角在这儿，这边就是负极。我们用弯弯表来验证一下，看看我们刚才说的判断的都对不对。这是对的啊，右侧是负极，这也一样，右侧缺角这边是负极，这也是一样。所以说这个从外观上判断是非常简单的，也比较直观。像这些 LED 灯，它们都叫做发光2极管。既然是2极管，它们出厂的时候已经都标好正负极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看出来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朋友有不同看法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修一台破壁机，然后我们通上电看一下。这台机器的问题是通上电以后没有任何反应，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内部电源板有问题。我们把它拆开检查一下。这个拆外壳的话也挺好拆的，把这4个胶皮给它都拿下来，拽下来以后，然后螺丝是在下边这个位置，这是一共是4颗螺丝，这一块是主板，然后这个是电机，然后这个是电源板。我们主要就检查这一块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源板，它这个元器件都在这一面，然后它的背面是没有东西，看这元件并不多，
像这种不通电的情况，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保险。用王表的2极管档，我们测一下保险。这保险已经烧断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反面，这个进来以后，通过保险到这块儿，然后这儿经过一条，这是一个铁丝啊，铁丝到这边，然后下边连到这个，这是一个可控硅。一般可控硅坏了以后，它才会烧保险。看这个可控硅，这2个角已经击穿了。现在把这个可控硅拆下来，我们用吸器先把这个多余的锡给它都吸下来，这样的话拆的比较方便。下来了，这是一个16安800伏的可控硅。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这4个整流二极管，看有没有烧坏。应该是没问题。4个整流二极管没问题。现在把这个可控硅我们换上。换上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试机了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保险再给它换了。像这种电源板，如果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发现保险烧坏了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可控硅，还有这4个整流二极管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源管理块，一般。这些损坏以后，它会出现烧保险。刚才我看一下这个电源管理块，它也没有短路的。现在我把这些坏的元件2个已经换上去了，我们现在把装壳上试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们现在通上电源，这儿指示灯已经都亮了。现在这个电源板就修好了。现在出现是 E1，这个错误代码是客户来的时候没有带上面这个杯子，所以它会出现这个代码。好了，朋友们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电磁炉不通电该怎么维修呢？我们看这台9阳电磁炉，问题呢是，你看啊，插上插头以后没有任何反应，但是呢，我们仔细听，插插头的时候仔细听，你看啊，你听有火花的声音，你听，是吧？有火花声音，然后这儿没有任何显示，就说明啊，这电磁炉保险没有损坏。我们拔掉电源之后，把它打开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检查一下电磁炉主板上面这一块部分，它是负电源部分。这边坏了之后呢，电磁炉就会插完电以后，上面的控制面板没有任何反应。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不要考虑保险了，因为刚才我们测试了，上面打火就说明啊，这保险它是不坏的。这一块负电源如果出现了问题呢，电磁炉它就没有18伏，也没有5伏。没有5伏呢，当然它这个控制面板这边也就不会有这些灯。是吧？它就肯定没有电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在检查它的时候呢，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大的4环电阻。这个4环电阻呢，就相当于是一个限流保护电阻，它也相当于是这个负电源部分当中的一个保险。我们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4环电阻坏不坏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没有任何反应，说明呢就是这个电阻呢已经开路了，坏掉了。像这个坏掉以后呢，一般它会跟着一块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一块坏。我们在换它之前呢，也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，看一下有没有击穿短路。首先呢，检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先把腕表给它调到风鸣档2极管档，调完之后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电源管理芯片，它的这边呢是有每侧啊都是有4条腿的，先量一下这2条腿，你看这2条是导通的，导通了之后呢，然后一个表笔。任意接到右边这一侧，然后这个表笔任意接左侧，先听一下腕表，如果没有滴滴声，就说明它没有击穿短路。你看这4个都没问题的，这样呢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也是没问题的。没问题呢，就说明啊这个4环电阻它是偶然性的烧断了。我们现在呢把这个4环电阻给它先拆下来，换个电阻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电磁炉能不能修好。更换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板给它拆下来。只要是电磁炉保险不坏，出现这种不通电的情况呢，大部分呢都是上面这个限流保护电阻坏掉了。拆下来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的一些是可以看到明显烧坏的，但是有的是看不出来的，也没有关系啊。像这种呢，我们刚才已经测量了，说明它已经坏了。我们呢给它换一个22欧姆的4环电阻就行了。无论它原先是多大的，先不用理它，只要换个22欧姆的就可以。我们把这个给它换上去。
换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给安装起来，然后把这个面板给它扣上。先不要安装螺丝，只是呢先把它扣上之后，先通电来看一下。我们听，滴的一声，然后上面指示灯已经亮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，一台电磁炉啊就修好了，只需要换一个这样的色环电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视频，就是我在维修电磁炉的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常用配件，然后再分享一下一些简单实用的维修方法。在维修电磁炉的过程中，最常用的就这几种配件，非常少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先说一下，这个保险是15万的保险，我们先从它说起。我们在维修电磁炉的时候，如果保险直接炸烂了，我们首先不能直接换它，然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 IGBT 看它有没有击穿，一般它击穿以后才会炸保险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副电源它有问题以后，它也会出现炸保险。我在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副电源坏的比较少一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管检查完以后，然后再检查一下整流桥，有好多整流桥也会跟着一块烧坏。把这些换好以后，我们最好还要把这两个对管直接给它换了。这两个管是 S8050 和 S8550。像这种新式电磁炉，它采用的都是贴片式的，看见没？后边全部都是贴片。这两个就是这个贴片对管，它是一个是 S8550，一个是 S8050。烧保险炸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5微发电容和0.3微发的电容，它们容量降低或者是鼓包，也会出现这个炸管烧保险。在我们更换这些元件没有同型号的怎么办？像这个整流桥，这个是3510，它可以代替2510。然后这个 IGBT 25安的可以代替20安的。像这个电容 0.3 的可以代替 0.27 的，然后 0.27 的可以代替 0.24 的。电磁炉如果通上电没有任何反应，也没有待机误伏的情况下，保险在不坏的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2瓦，就是2瓦22欧的色环电阻，就这个一般坏了以后，它就会出现没有误伏电压。电磁炉如果出现间歇加热，就是加热一下停一下，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主板，看看它有没有这种可调电阻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换上。像这种情况，它坏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这种可调电阻一般常用的就是102，就是这个1K 的，还有501 500欧的，这两种比较常用。如果主板上没有可调电阻，我们就检查一下主板后面的这些和这个一样外观，有的差不多的啊，就这种色环电阻，看一下它的阻值有没有问题。一般的就是阻值变大，也会出现这个加热不正常。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不加热，提示错误代码10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些大的引脚，包括康铜丝这些大的引脚有没有虚焊。如果有虚焊的话，给它加焊。如果没有发现虚焊的，我们首先要检查主板上的这些大的电阻，包括这个色环电阻。新式的我们要检查这种大的贴片电阻。电磁炉常见的故障一般就这几种，简单的一些维修方法给大家已经分享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用1块钱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，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线穿到针孔里面。无论这个针孔有多小，这个线有多粗，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穿过去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简单又好用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我们看，平时我们在穿线的时候，因为你看这个线是比较软的，这样穿的时候非常的费劲，半天也把它穿不进去。如果像一些年纪大的人眼睛花了，在穿的时候呢就更加困难了，根本给它穿不进去。穿不进去的原因呢，就是这条线太软了。我们呢可以借助这个硬币的力量就可以快速把它穿过去。你来看，这个纸是非常硬的，我们用它来把这个线变得硬一些，就更容易了。穿线的时候，我们看，首先操作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纸币给它先折叠一下，折叠一个角的位置给它折过来，一定要对齐，特别是角的位置。你看，这样对齐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条线给它放在折叠的这个根部，一定把它弄到根部，往下拉一拉。反过来，我们来看，接下来这个线头比较长，
我们把它拉一拉，弄得短一些，拉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线往下拨一下，稍微让它露出一丁点头就可以了，不要露得太长。这个呢稍微有点长，我们再稍微拉一点，哎，就这样就可以。你看，就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穿到针里面，你看，因为这个纸币啊非常硬，你看这样一穿就过来了，是不是非常轻松？你看一穿就过来了，是吧？穿过来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从这个位置给它拉出来，你看很轻松，是不是？只要穿上去以后，1秒钟就可以把它拉过来了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是不是？特别家里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、眼睛花的朋友啊，可以用这个方法，非常的实用啊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今天修一台空调，这空调这儿是打开以后，这儿没有风往外出来。我们看里边的风扇它不转，用手转一下试试。用手转一下以后，然后这个风扇就可以转了。现在是有风的，有风以后这个噪声特别大。我们听一下这声音，震动声音特别大。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。拆开以后，用手转里边的风扇，然后听着有摩擦的声音，然后转的也特别沉。这个白色的就是这个里边的风机电机，然后它这个响是这中间这儿有个对接头，这个对接头这一块它下垂了，不同心了，然后它转的特别沉，然后它也撒糖，直接就是转的特别沉，所以它转不起来。就它转起来以后噪音特别大。解决这问题的话，我们给它调整一下，调个同心就行了。在这儿可以调整一下。这电机中间是下垂了，这个连接部分下垂，可以塞个东西，让这个电机这头向上翘一点，问题就能解决。从这儿插了一个一次性筷子，然后再转动这个风扇的话，就转得特别轻，这就调整好了。然后再开机试一下，现在已经没有噪声了。风扇转的效果挺好，然后再开机。好，现在已经没问题了，这个风也可以往外吹，噪音没有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看，我们家里吃完药后，剩下的外壳就不要再扔掉了。其实呢，我们用打火机给它烤一烤，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非常的有用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药壳纸后面这个铝箔纸给它先拉出来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用打火机烤一烤。你来看一下，烤的时候呢，不要烤过火了，就这样轻微的烤一下，烤成这个灰颜色的就可以了。这个药壳纸它上面是有层薄膜的，我们给它烤完以后，把薄膜就给它烤掉了。烤掉之后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导通的功能。我们用这个功能啊，其实在家里啊是非常的有用的。我们来看。接下来用个剪刀给它剪一下，剪下来一小块，我们来看一个长条出来，剪成这样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，用它可以做什么呢？你看啊，像家里的一些这样的 LED 灯是吧？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，我们用它来修灯，方法非常的好用也快速啊。我们首先看啊，像这种灯泡呢，我们修的时候。首先呢，先把这个灯罩给它拆下来，拆的时候就这一圈，给它捏一圈，这个灯罩就可以这样把它给抠下来。打开之后，我们来看，像这些灯珠呢，它都是串联在一起的，只要有一个灯珠坏掉，这个灯它就不亮了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个灯珠坏了呢？最好用的方法呢，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我们找一点电线，给它先剪下来一点，剪下来之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线给它先两头拨出一个这样的线头，然后呢给它拧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先把这个灯给它拧到灯口上面，我们来看它是坏的，确实不亮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线来快速的检测是哪个灯珠坏了。我们来看，
把这个线这样抓住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分别这样每个的来测量这个灯珠，把这个线把它弄在灯珠的两侧，弄到哪儿之后，然后这个灯亮了，就说明是哪个小灯珠坏了。我们来看这个黑色的，哎，你看短接它之后，然后灯亮了，灯亮了就说明是这个小灯珠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灯给它拧下来，接下来把这个坏的灯珠给它抠掉，抠掉之后给它刮一刮，刮干净。然后呢，找点胶带，剪下来小块胶带，把刚才这个药壳上面这个纸给它放上去。放好之后，然后呢，把它贴在这个坏的灯珠上面，一定要把它贴牢固了。然后我们来看，把它再拧上，来看一下，你来看怎么样呢？就这么简单，这个灯就修好了，是不是？方法非常的好用啊！这个呢就是家里药壳它的非常好用的一个妙用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视频，就是我们修冰箱修好以后啊，我们需要给它加氟，是吧？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加氟的过程，它具体需要怎么操作。然后加氟，我们第一步首先呢，先要给它抽真空，是吧？这是量好以后，这是个真空泵，我们先打开开关，先抽真空。这个抽真空大概就是抽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先给它抽上，然后把阀门打开。现在已经冲了10分钟了，我们把这个阀门关死。关好以后，我们把真空泵关掉。然后把这个管拧下来。这个冰箱用的是600A 的制冷剂，我们把这管连在这个加氟罐上面。抽完真空以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表，它是负压，它是负0.1，我们给它加氟加到正0.1，往上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罐的这个开关阀门打开，打开阀门以后。我现在加的是液体，加液体的话，我们压缩机是在停机的状态下加。我们先给这个管给它排下空气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拧开阀门，给它加压，加到0.1往上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先关掉。现在这个量肯定是不够的，然后我们在启动压缩机的时候，然后在不够的情况下，接着再往里面加氟。我们过个大概1分钟吧，然后再启动压缩机。现在刚加进去氟，先不要启动的，如果启动的话，有可能会损坏压缩机的阀片。我们需要过个1分钟之后，然后再启动压缩机。好，现在已经过去一会儿了，我们把压缩机的电给它通上。通上电，压缩机启动以后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压力，它是不断的在下降，因为这个600A 的压缩机，它工作的时候它是负压，所以说这个压力一直在往下边降。冰箱加氟，它加多了加少了，它对它的制冷效果都不太好。我们怎么判断出这个冰箱加氟加的正合适？我们可以从这个回气管这个外观这儿，冰箱开2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如果看到这儿有这个卤水，就这儿有小水珠，有卤水，或者是摸得特别凉，这就证明这个氟已经加好了。如果发现不算太凉，就证明氟少。如果出现这个结霜，就证明氟加的太多了，我们就需要往外边再抽点氟。这个氟呢，我们不能放氟的时候不能直接把这阀门打开，因为这个压缩机在工作的状态它是负压。你把这个阀门打开以后，空气就会直接进到压缩机里面，所以说我们只能用这个真空泵往外抽。刚才我们给这台冰箱加的氟，它肯定是不够的，然后我们需要一点点的给它加，要多摸这个回气管，要多观察。这个加氟本来就是一个慢活，不要太着急。现在这个高压管摸着是有点烫手了，它是热的，热的就是正常的。就证明内部的管路它都是畅通的。如果开机以后压缩机转一会儿，
这个高压管热一下，热一会儿，然后就立马凉了，它肯定是有堵的地方。600A 的压缩机加完氟以后，我们给它把插销断电，过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用封口钳在这儿封2道，然后再给它焊死。不能在开机状态下封，这样的话会有危险，因为在工作的情况下这儿是负压，如果封口钳封的不死的情况下，有可能在焊接的时候这个火焰会吸入到机器里面，所以说一定要记住，在关机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再给它封口。冰箱如何加氟以及注意事项给大家已经分享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把螺丝刀放在一个废旧的喇叭上面，它居然还有2个特殊的妙用，给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第一种妙用。平时呢，我们就是在拆螺丝的时候，我们来看，当把这螺丝我们你看先放进去拆的时候，把它拆完以后然后这个螺丝你看根本出不来，是吧？你看已经都卸下来了，螺丝还是拿不出来，非得就这样把它磕出来才能掉出来，太麻烦了，每次这样来使用。还有就是我们在往上面拧螺丝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因为这个螺丝刀有些用时间长了以后，上面根本一点磁性也没有了，你看根本吸不住这个螺丝，所以我们在往上面拧的时候呢，只能把它扔进去，然后呢再拧，这样呢也是非常不方便的，你看是吧？非常不方便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其实它的第一个妙用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螺丝刀给它加磁。我们来看，就用这个废旧的喇叭，像这种喇叭或者是这种喇叭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我们主要在这个磁铁上面，我们来看它的第一个妙用就是我们加磁的时候，你看现在是没有任何磁性的，你看是吧？不吸。加磁的时候把它放在磁铁上面，然后就这样放上去以后划一下，它就可以有磁性了。你看非常的快，是不是？立马就有磁性了，这是它的第一个妙用。然后它的第二个妙用呢，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有的一些情况呢，我们不需要螺丝刀上面带磁性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看现在还是有磁性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磁铁，让它1秒钟快速的消磁。加磁的时候是在这一面，消磁的时候就在这一面了。我们来看，把螺丝刀给它放在这个侧面，然后呢，快速的划一下，然后再来看，你看，立马就没有磁性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它的第二个妙用。第一个呢，在这边可以加磁，你看，消磁呢就在这边侧面，立马就没有磁了，是吧？这个呢就是螺丝刀放在喇叭上面，它2个特殊的妙用，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。塑料外壳破损断裂，上面有个大窟窿，怎么把它给修补起来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把它修复好以后不仅非常美观，而且也非常的牢固。我们来看，因为这个窟窿是比较大，掉的那一块呢也找不到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看，先把这外壳给它先拆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用个壁纸刀，先找个东西给它先画一下。我们先给它画个有规则的一个尺寸。然后把这个壁纸刀给它先掰断，把它拧在烙铁上面，这样呢就变成一个切割刀了。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塑料件给它切割下来，给它切好了以后，然后呢再找一个其他的一个废塑料，把它放上去，用笔给它画一下，按照这个需要用的大小的位置给它画一个。画好了之后，接下来把这一块给它切割下来，需要用到这一块，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先试一下大小怎么样，还行，正合适。这个弄的时候有点失误了应该这面是个磨砂面，应该把这一面弄到这面就好了，因为这儿也是磨砂面。就这样对齐之后，然后呢，用电烙铁先来给它焊一下，把这一圈都给它焊住。焊完这儿之后呢，等会儿还需要进行下一步来操作。如果单独就这样给它粘完以后，它还是不牢固的，容易掉，还是容易坏。
就这样给它先抹平，抹平之后，然后呢，在它的背面再给它处理一下，再给它加固一下。然后呢，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，再把里边给它加固一下。加固里边的时候呢，弄点钉球钉，哎，就这个东西，把它放在里面。我们看，还是用电烙铁给它放上加固。然后再用电烙铁把这些缝隙给它再抹平，这样修复完以后是非常牢固的，无论怎么弄它也不会坏，也不会掉。到最后呢，把这个壳再给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。